女經理經常讓男秘書下樓買午餐。女經理不知道為什麼，最近忽然喜歡上了路對面快餐店漢堡的味道。這會兒男秘書郭白已經下樓去了。女經理王美麗無聊地走到辦公室窗口，低頭看樓下的街道。這裡是3樓，街道上來往的車輛和行人，王美麗一目了然，盡收眼底。無意中眼神一晃，正好看到他的秘書郭白手裡拎着一個快餐袋子，慌慌張張走出了快餐店。王美麗心想，這個郭白工作起來挺踏實的一個人，怎麼讓他辦點我的私事兒，總是這麼毛毛躁躁的樣子啊？奇怪，郭白沒有過馬路回公司這邊來，而是直接跑進了不遠處的公共廁所。王美麗心裡轟的一下子，一股火氣頓時點燃。好啊，郭白，你這家伙，我讓你給我買吃的，你怎麼能拎着我的午餐，不趕快趁熱先送回來，跑廁所去了呀？王美麗皺着柳葉眉，用右手掐着自己的太陽穴，腦子裡馬上開始聯想，哎呀，莫非在工作當中，我有時候說話比較重，郭白跟我記仇了，現在利用這個機會，他要在我的漢堡裡邊加點別的佐料，報復我。想到這兒，王美麗搖了搖頭，馬上否定了自己的猜測，不可能。郭白這小伙子為人老實，很本分，肯定不會幹那種事情。果然，幾分鐘之後，郭白從公廁出來了，手裡沒有了那份快餐。只見他掏出手機，打通了王美麗的電話。喂，王經理，對不起啊，剛才我一不小心把漢堡掉到地上了，您耐心再多等一會兒，我馬上重新買一份回來。王美麗放心了，看來這郭白真不錯，知道拎着食物進廁所不衛生，所以他要重新給我買一份。王美麗轉身回到辦公桌後邊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想要閉目養養神。不到1分鐘，他忽然又站起來了，鬼使神差，不由自主地重新走到了窗口，低頭朝樓下觀看。嘿，真是夠巧的，剛好秘書郭白再一次拎着午餐的食品袋子走出了快餐店。可萬萬不應該的是，這郭白還是沒有回公司，又一次急匆匆地進了公共廁所。王美麗百思不得其解，怎麼也想不明白這郭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幾分鐘之後，郭白又走出了廁所，這次不一樣了，他手裡依然拎着女經理王美麗的午餐，也沒再打電話，而是直接過了馬路，回到公司，敲門進屋之後，便把午餐遞到了王美麗的面前。經理，不好意思，您餓了吧？趁热吃吧。王美麗哪還能吃得下，心想，郭白，你到底在廁所給我的漢堡裡邊加東西了沒有？你加的是什麼？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郭白。郭白被頂头上司這麼一個劲兒地盯着看，他緊張了，額頭冒出了一些細小的汗珠。經理，您慢慢吃，我先忙去了啊。說完轉身就走。回來，郭白，我剛才全看見了，你買完漢堡去了廁所，你去幹什麼了？郭白本來就心虛，因為這拎着食物進廁所怎麼說都不太好，現在聽經理王美麗這麼直截了當的一問，他二話沒說，只能是如實交代。經理，真是對不起，剛才我下樓給您買好了一份漢堡，正要回来的時候突然肚子疼，我就上了個廁所，然後我觉得不太衛生，所以就乾脆把漢堡扔進紙篓裡了。出了廁所之後，打電話讓您等會兒，我就重新買了一份漢堡，可沒成想出了快餐店肚子又疼，實在忍不住又上了一趟廁所。這回時間太晚了，
我擔心您等太久了會餓，所以就直接回來了。”聽完秘書郭白的解釋，王美麗也無話可說了，因為本來這下樓買午餐不屬於人家秘書職責範圍內的事情。再說郭白跑進廁所是因為突然肚子疼，有情可原。不過這午餐漢堡王美麗是吃不下去了，從抽屜裡翻出半盒餅乾，墊吧墊吧得了。下午，女經理王美麗到下屬分公司視察工作，回來的路上，王美麗坐在車上想，秘書小郭中午跟我說的那一番話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以前從來也沒聽說過他這個人挨肚子疼啊。叮咚，手機提示音，收到一封電子郵件。打開手機郵箱一看，是一封匿名檢舉信。一看信的內容，王美麗可坐不住了，她盡量壓了壓心頭火，朝司機打招呼：“小張，快點開，回公司有急事兒。”回到公司，剛一進門，王美麗就命令秘書郭白：“郭秘書，你去把食堂的范世才給我叫來。”這范世才是王美麗丈夫的親弟弟，也就是他的小叔子。前不久剛刚承包了單位的食堂，時間不大，范世才溜溜达达來到王美麗的辦公室：“嫂子，有事啊？我正忙着呢。”把門關上。王美麗滿臉的怒氣：“范世才，以後在單位叫經理啊！另外，我把你叫過來，是因為你被人舉報了，你用過期的速凍食品充當新鮮飯菜，吃的員工們一多半都鬧肚子，是不是不想幹了？”范世才這才明白，趕忙還辯解呢：“嫂子，不，經理，我沒有。我們都是天天到菜市場去買新鮮菜，哪有什麼過期的東西呀？”王美麗更生氣了：“你還嘴硬？你看看，人家給我發的電子郵件，把視頻和照片都發過來了，鐵證如山，你還狡辯？”范世才一看電腦屏幕，這才洩了氣，把頭低下了。王美麗臭罵了小叔子范世才一頓，做了罰款的處理，說如果再犯同樣的錯誤，立即解除合同，將處理結果向全體員工做了公告。從此，食堂的飯菜果然好多了。幾個月之後，王美麗工作調動，到別的地方去任職了。單位來了新經理，承包食堂的范世才呢，也就不想幹了。新經理找来了新的承包人，大家吃飯比以前放心多了。